今天除了宝家园区这边，爱宝乐园其他景点几乎都没人，工作人员也都在忙碌着清理自己门前的雪。只有宝家这边，游客仍是排队状态。爱宝乐园之所以能红火到现在，宝家成员占99%的因素。老宋头和江爷爷各占0.5。宝家今天一天都在室内，饲养员们一边收拾着室外园区的同时，一边也要忙碌着宝家的室内园区。昨天是宝家成员的运动量超标，今天是饲养员们的运动量超标。昨天瑞宝辉宝玩的太累了，今天瑞宝辉宝在室内园区睡了一天。爱宝这里感觉自己今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着实有点无聊了，甚至吵着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走2步。而姨母刚忙碌完乐宝这里，转身又来到了爱宝这里。姨母忙碌着室内的同时，永宽正忙碌着室外。小心搬运着竹子的永宽还是不小心摔倒。昨晚的大雪压坏了瑞宝辉宝室外园区近一半的竹子，而此时的室内园区姐妹俩睡得很沉。姨母在园区来回搬动竹子以及清理青团，都没有吵醒瑞宝辉宝，反而是一会儿姨母离开，爱宝走进来吃竹子时，吵醒了瑞宝辉宝。应该是爱宝吃东西吧唧嘴的声音，以及窝头传出来的香味儿，吸引到了姐妹俩，所以姐妹俩才醒的。姐妹俩看了一眼，也没发现什么好吃的。姐妹俩一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然后转头继续睡去。园区的雪清理的差不多后，姨母和老宋头来到乐宝园区，给乐宝堆起了雪人。老宋头堆雪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，自己堆完雪人，还顺便指导了一下圣熙姨母这里。江爷爷从上海回爱宝乐园了，江爷爷真是一刻也不想耽搁，回来看他2个宝贝孙女。永宽看到今天江爷爷回来了，今天一天都开心合不拢嘴，因为永宽已经连续值班好几天了，江爷爷回来了，自己就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而对于江爷爷今天有没有去看福宝一家，并没有姨姨们看到江爷爷的身影。有人看到今天福宝总是往游客里面跳网，猜测江爷爷应该是早上开园前去的，不过这种猜测还希望姨姨们理性看待。江爷爷今天下午回到韩国后，也没有过多的休息，换好衣服，扛着竹子就来园区了，甚至晚上还没有耽误自己每周视频。都说韩国人晚上是不睡觉的，都是用大杯大杯的咖啡来维持。江爷爷的作息真是给其证实了这一点。姐妹俩这里2、3天没看到江爷爷，居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想念感，看样子应该是可以让姐妹俩独立生活。江爷爷走后，永宽又走了进来，姐妹俩同样对永宽也没有任何反应。之后江爷爷又扛了一捧竹子给姐妹俩放置在了树上。瑞宝高冷的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就又转过头去。显然对于爷爷们为自己的付出已经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。爷爷们走后，姐妹俩一起拿着竹子惬意的吃了起来。晚上下班时还是江爷爷负责的收瓦。江爷爷心疼永宽替自己连续营业了好几天，特意来帮忙收瓦。下班时瑞宝一直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和妈妈一起等待着下班。这时江爷爷突然打开了房门，瑞宝听到爷爷声音后立马凑了过来，而爷爷开门是为了喊树上的辉宝。辉宝此时在树上扭捏的身子，看样子是还没睡够。通道门打开后，爱宝先走了回去，瑞宝紧跟其后。至于辉宝，看上去还要再睡一会儿。今年韩国的第1场雪为瑞宝辉宝姐妹俩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封存在体内的寒冬基因终于觉醒了。这场初雪很大，江爷爷站在园区上方没一会儿，头顶就白了。而宝家成员此时只有快乐，爱宝和乐宝都在淡定地吃着竹子。瑞宝辉宝这里面对着鹅毛般的大雪，不断解锁着各种新技能，有了雪后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而辉宝这里很快便解锁了雪地里的第1个游戏，那就是在园区的斜坡上玩滑滑梯，滑下去再爬上来，反复了好几次，最后一次一下子而瑞宝这里画面和辉宝完全不同，瑞宝的画风温馨且淑女，瑞宝主要是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雪天里的美好，感受季节的变化，但辉宝看不惯姐姐这淑女的样子，非要让姐姐和自己一样切身实地的去体会一下雪地的舒适感。辉宝拉着姐姐开始在雪地里打滚，强制姐姐玩雪。而江爷爷这里看到姐妹俩在雪天适应的都很好后，江爷爷拿着扫把开始打扫园区，既是饲养员也是园区保洁。而隔壁的乐宝一到下雪天就喜欢吃点冰镇竹子，而且必须是自己采摘的。爷爷花高价人工为乐宝园区的竹子穿了冬天的棉服，乐宝却毫不顾虑的直接给竹子折断，让爷爷白忙活一阵。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江爷爷让姐妹俩回室内了。爱宝开始独自享受着雪地，江爷爷表示爱宝这个样子就像是行走在雪地里的公主。这雪越下越大，很快江爷爷也让爱宝回去了。姐妹俩回室内后，心情仍是无法平静，因为雪地实在是太好玩了，这从未有过的体验让姐妹俩都不困了。
宝家都回室内了，江爷爷这里还没打扫完，独自清理着熊猫世界的游客观景区，防止大雪阻挡住姨姨们看瑞宝辉宝。宝趴在小树上，看着瑞宝辉宝身旁的嫩竹叶，都流口水了。爱宝左思右想了一下，最后没有去抢瑞宝辉宝的竹子，还是选择将竹子留给瑞宝辉宝。不过一会让爷爷看到爱宝也想吃这种竹子后，就给爱宝也送来了一捧。每种竹子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，瑞宝辉宝的竹子看上去鲜嫩竹叶小，但没有爱宝常吃的雪竹营养价值高。爱宝可能只是感觉这种竹子好看，爷爷真给爱宝送来了，爱宝并不想吃。爱宝闻了一下就知道没有自己的雪竹好，而瑞宝辉宝这里就不一样了，这样的小而茂密的竹叶会让姐妹俩有种被包裹的感觉，而且还好咀嚼。辉宝在树上一番折腾，给自己竹子弄到地上了。辉宝转身来抢姐姐的竹子，从姐姐手里抢来的竹子就是好吃，吃了2口，辉宝又不想吃了，小手一松又给竹子丢了。丢完自己手里的竹子，又起身继续抢姐姐的。辉宝永远都认为姐姐手里的竹子要比自己的竹子好吃，而这时刚好爱宝走了过来。爱宝看到了被扔在地上的竹子，爱宝最讨厌浪费食物。爱宝走到竹子边，给竹子捡了起来，将其吃掉了。而树上的辉宝吃着吃着，吃困了，在树上给自己调整了个位置，睡觉之前还宠溺地看了一下姐姐，然后趴在小树上开始了睡觉。有姐姐陪在身边，辉宝睡得很踏实。果然人多了就容易分不清谁是谁。爱宝又揍错人了。早上一出门，瑞宝的反骨就上来了，追在爱宝屁股后面，不断的咬妈妈，一会儿咬妈妈的脚丫，一会儿咬妈妈的后背。瑞宝此时还没有触发爱宝生气的点，所以爱宝对瑞宝的小动作并没有在意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，发现门没开，转身又走了回去。而跟在身后的瑞宝走得太急，左脚右脚绊倒，导致自己吓了爱宝一跳。爱宝转头看了一眼瑞宝这个倒霉样子，但却转头生气的给了辉宝一巴掌。辉宝无辜躺枪。辉宝表示，虽然自己和姐姐长得很像，但本质上自己和姐姐是2个人。人在生气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凑热闹，容易被波及。熊也一样。一会儿瑞宝又调皮的从坡上滚到了爱宝身边，爱宝一巴掌拍在瑞宝的脸上，这力气怕是有点大了，直接给瑞宝拍到了坡下。这一次倒是没打错，但是福宝小时候爱宝揍娃就清晰很多了。以前福宝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打错的情况，园区只有爱宝和福宝2人，只要东西或事情被搞砸了，那就打福宝就对了。这也导致福宝小时候一个人承受的太多，路还没走稳时就开始挨揍了。不过爱宝从来没有揍错过，不只是因为福宝是自己不会搞错对象，更是因为福宝小时候每顿揍，姨姨们都能帮他找到原因。人欢喜有人忧，江爷爷今天来上海，开心的与粉丝们见面打招呼，而永宽只能留在韩国照顾宝家。永宽都快要嫉妒坏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自己留在韩国？这多亏了江爷爷年轻的时候来中国学过中文，也只怪永宽不懂中文。不过老宋头看上去也并没有太沮丧。江爷爷在和粉丝们见面时，老宋头正在拿着胡萝卜钓。今天中午爱宝和瑞宝都回家了，今天不想回家的成了辉宝。老宋头便拿着小苹果来到园区，有些疑义说老宋头是因为江爷爷自己去中国了，园区又没人管自己了。不过辉宝在看到爷爷手里的小苹果后，又觉得回家也挺好的，于是开始下树。下树的同时，眼睛一直盯着爷爷手里的小苹果，而老宋头就这样拿着小苹果，一点一点吸引着辉宝。辉宝走着走着，越发不对劲，感觉自己再走下去跟毛驴有什么区别？自己可是国宝。辉宝小脑筋一动，转身坐下了，表示爷爷要是不给小苹果直接喂进嘴巴里，自己是不会回去的。老宋头也赶紧妥协，以免辉宝生气了。不过辉宝信守承诺，吃完小苹果后就往家走了，而老宋头也该回去看江爷爷，给自己发了个最新消息。是瑞宝辉宝的餐后甜点时间，姐妹俩排排坐好。不过老宋头这时提醒到，姐妹俩现在已经很擅长吃竹子了，再这样吃妈妈的奶就不太合适了。而且现在妈妈的奶水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功效了，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这对瑞宝辉宝来说，这是与妈妈情感上的巨大帮助。姐妹俩一直吃到奶水没有了才停下来，刚好爱宝这时也喂烦了，起身给瑞宝辉宝推开。宋爷爷讲到，姐妹俩吃完奶水仍是意犹未尽的样子，但其实瑞宝辉宝只是不想上班，不想出门，不过最后还是被爷爷哄骗出来了。此时爱宝已经走去室外等瑞宝辉宝了，瑞宝辉宝则在后面磨磨蹭蹭的。如果爷爷不在身边一直哄着，瑞宝辉宝是不会去室外的。宋爷爷眼看瑞宝打算爬上小亭子，立马跑过去
转移瑞宝注意力。因为瑞宝爬上树后就不想出门的习惯，已经给宋爷爷搞怕了，一步一哄，一步一鼓励。因为宋爷爷一停，姐妹俩就会停下来。经过宋爷爷的不断努力，瑞宝辉宝总算出来了。宋爷爷每天的工作就是思考怎么给瑞宝辉宝带出门，然后再思考怎么给瑞宝辉宝带回家。到了晚上下班，这次瑞宝辉宝还不算太令爷爷头痛，头痛的是他们的爸爸乐宝吃南川宝上瘾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乐宝园区的南川宝们肯定扛不过这个冬天。不过乐宝园区还有芋头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到收获的季节，乐宝可以挖出来看看。吃完南川宝再吃芋头，反正宋爷爷不会头痛，因为这些都是江爷爷种的。不管宋爷爷的事儿，给宝家全部带回家后，宋爷爷开始给姐妹俩喂奶，边玩边吃，家庭氛围很是浓厚。孩子不想去室外就不去了，但咱别乱啃木头呀，这简直就是饲养照害鼠。老宋头正盯着监控看呢，刚好看到瑞宝这一操作。宋3岁可不想再被挂到网上了。宋3岁拿着小零食来到园区，一边喂着瑞宝，一边对瑞宝讲，不想去室外的话就好好在室内休息吧，但可不要给爷爷挂网上哦，爷爷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大风大浪。宋3岁看到瑞宝脸上脏兮兮的，又从自己口袋拿出了纸巾给瑞宝擦了擦脸。等瑞宝吃完嘴里的后，宋3岁又接着投喂。爷孙俩在树上亲昵了一番，瑞宝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脸上也干干净净了。宋3岁安慰完瑞宝，转身离开。而这时室外的辉宝却听到了宋3岁关门的声音，这时辉宝才想起来姐姐好像没出来。辉宝这又有活干了，那就是给门刨开，然后给门打开，让姐姐进来。辉宝感觉这个家要是没自己上的这点心都很惨。辉宝忙累了，就去到妈妈身边，跟着妈妈吃点竹子，然后再靠在妈妈身上，让妈妈给自己点力量。吃饱后就继续回到通道门口前忙碌。这次辉宝不刨地道了，又改啃门框了，啃了半天，感觉到这样有点费牙，于是辉宝又改成继续刨地道，小手不停地扒。辉宝表示，如果缝隙再大点，自己就能钻进去了。辉宝长这么大，只有在想姐姐和吃小零食的这2件事情上。爷爷夸赞辉宝现在的体检姿势和妈妈一样标准了，只是小手有点短。爷爷对辉宝表达了认可，但是现在是爱宝的体检时间，爱宝艰难的给辉宝挤到一边，被挤出去的辉宝左顾右盼着，看看还有没有空间自己可以钻过去。辉宝看准了妈妈的下怀，一下就钻了过去。而此时瑞宝这里也很努力，下面的洞再大点，瑞宝都快钻出去了。很快辉宝也凑了过来，2个大小只能塞出嘴巴的地方成了姐妹俩索要小零食的位置。爷爷没让姐妹俩白努力，统一的给姐妹俩个头喂了一块。爱宝测量完血压，轮到乐宝了。从第一天的满身抗拒到现在的泰然自若，乐宝的进步很大。爷爷夸赞乐宝的手臂真是又帅气又壮实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乐宝的手臂会粗壮到伸不出来。给宝家体检完，将爷爷领着圣熙姨母来到了爱宝乐园的银杏树林里，在地上捡着掉落的银杏叶。捡完落叶，爷爷和姨母就立马让爱宝玩上了。爱宝在玩耍落叶时的样子宛如美女沐浴。一会儿辉宝也过来凑热闹，辉宝和妈妈一样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宝最近继承了妈妈爸爸的一个好习惯，那就是下班时会将青团铲在室外，不会将青团带回家。瑞宝铲完青团，独自坐在草丛里的这个小背影，仿佛是在看着自己青团，感叹自己刚干了一个大事。今天是姨母值班，姐妹俩向来最给姨母面子，因为姨母给的小零食是最多的。姐妹俩一看到姨母来了，就立马排排坐好，就连姨母收拾竹子时，姐妹俩都要探头看着。而老宋头来，姐妹俩则是丝毫不在意，因为老宋头来园区多数都是空着手来，让自己白跟他玩，所以姐妹俩看到是老宋头后，就会继续干自己的事儿。一会儿圣熙姨母收拾完竹子，临走时还宠溺地抚摸了一下瑞宝辉宝。等晚上下班时，也是姨母来接的，姐妹俩也都很给姨母面子。今天下班时，还是爱宝最先想回家的。爱宝的下班流程就是先到通道门口看一眼，看到门没开，就来到奶爸的员工门口喊奶爸。而这时瑞宝走去了草丛里，前去铲青团，辉宝还在小树上呼呼大睡。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先回了家。瑞宝这里又在小树上整起了活。这时姨母走出门，开始进行收娃工作。姨母先是给姐妹俩喂了块小零食，然后开始让姐妹俩下树。这时刚才一直睡觉的辉宝先从树上下来了。辉宝下来了后，又吃到了一块小苹果。瑞宝眼看不能让妹妹给小苹果都吃掉，自己也赶紧下来。由于瑞宝下树太着急，倒挂在了树上，差点从树上掉下去。
姨母看到后立马过去帮忙。姐妹俩在姨母这儿真是被照顾得细致入微。而辉宝看到姨母离开自己去找姐姐了，还吃醋了，在后面咬着姨母的衣服让姨母回来。姐妹俩这又突然争抢上了姨母，不过最后姐妹俩都跟着姨母乖乖回家了。辉宝真是越来越不拿妈妈当回事了。姐妹俩打闹，瑞宝是踩着妈妈身上过去的，转头还说了句：“小爱，你往一边去。”今天瑞宝有点暴力，看谁都不顺眼。爱宝出手劝架，瑞宝就连爱宝一起揍。可能是因为瑞宝今天的体重又有了新高，感觉自己全身都充满了力量，想要打遍爱宝乐园无敌手。今天瑞宝跟爱宝打得有来有回，一会儿辉宝也跑来凑热闹，姐妹俩一起凑在这里，就从烦变成了乱。辉宝一来，画面都变得乱糟糟的了。一会儿姐妹俩回家时也没让老宋头省心，姐妹俩蹲在通道门口，迟迟不往里走，看给老宋头愁的眉头紧皱。以前说辉宝是自己从没见过的熊，真是对瑞宝的认知错误。因为现在瑞宝的调皮和辉宝不分上下，两只淘气的不要不要的熊。4年过去，老宋头的头顶肯定要和江爷爷头顶一样秃了。老宋头看姐妹俩磨磨唧唧的不回去，索性直接给通道门关上了。不回去，那就在外面吧。一会儿等回到家后，姐妹俩更没让人省心。辉宝给自己倒吊在了小树上，都是技术活，姨姨们可不要模仿。辉宝给自己来了个引体向上，辉宝这核心能力吊打同界里所有大熊猫，再加上他老爹那单臂大回旋的基因，辉宝真是强的可怕。辉宝做了2个引体向上后，轻松爬回小树。姐妹俩这一天天的，真是没有能让饲养员们省心的时候。宋3岁今天给乐宝安排了一个巨型磨牙棒，中午乐宝正4脚朝天的睡着觉，听到宋3岁说有什么巧克力棒，乐宝立马就醒了。乐宝爬起来看向宋3岁，问巧克力棒是什么呀？能吃吗？宋3岁让乐宝稍微醒一醒，自己回去给乐宝拿。很快宋3岁就拿着一根大竹筒过来了。宋3岁称之为巧克力棒，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根大号的磨牙棒。乐宝面对大号磨牙棒没有着急玩耍，而是一屁股坐了上去，给其打了个标记，之后才抱起来玩耍。乐宝这大体格子在这巨型磨牙棒前都显得有些娇小了。宋3岁表示自己已经给这根毛竹打磨得很光滑了，乐宝只需要尽情的玩耍就可以了。乐宝抱着磨牙棒直接开，这也是对宋3岁礼物的最大敬意。但是毛竹的竹筋实在是太坚硬了，平年大熊猫都好像对其有点拿捏不了，反而还不小心给乐宝塞牙了。乐宝用手给自己抠了抠牙缝，之后乐宝便不玩了，心想这个家伙差点给我牙齿崩掉了，但乐宝又舍不得将其抛弃。乐宝换了个姿势后，又将其抱了起来，躺在小亭子上抱着它。不过宋3岁则教乐宝，不行的事情要学会适可而止才行。一会儿自己给乐宝将这巧克力棒劈开，再拿给乐宝玩耍。宋3岁说到做到，很快就给乐宝把刚才的巧克力棒劈好了。不过宋3岁先拿了一捧给爱宝，爱宝对着竹筋仔细的闻了闻，然后浅浅的尝了一下，感觉味道还不错。在爱宝和乐宝来韩国之前，他们就是经常吃毛竹的。这久违的味道让爱宝的意识一下恍惚了，因为以前吃的这种竹子自己是需要剥皮的呀，怎么这些竹子没有皮了？这让爱宝一时都不知道这竹子该怎么吃了。爱宝又思索了一会儿，等完全搞明白了才继续开吃。一会儿宋3岁又给瑞宝和辉宝拿来一根，让姐妹俩也品尝了一下。谨慎的瑞宝和爱宝一样，对着竹子闻了又闻，检查其到底能不能吃。辉宝这时也凑了上来，帮着姐姐检查。瑞宝和爱宝一样，等完全确认这根竹子可以吃时，才开始对其进行品尝。而辉宝则不需要考虑这么多，辉宝看到姐姐都吃了，这肯定是能吃的。爱宝吃着吃着竹子，这时看到瑞宝正在吃毛竹，转身走了过来，给瑞宝手里的毛竹抢了过去。看来爱宝还是很喜欢毛竹的味道。最后是乐宝这里，乐宝这里看到奶爸拿来毛竹，一点前摇也没有，直接接过来就开吃。乐宝这是对毛竹最大的肯定，乐宝给每一根毛竹都吃得很干净。这久违的味道，不知道有没有给乐宝拉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里。乐宝今天突然着急下班了，看来木架对乐宝来说已经过了留恋期了，也可能是冬天到了，到了大熊猫所喜欢的季节，温度一下来，宝家全体成员都变得活跃了。乐宝转了一圈，发现这时通道门还没打开。乐宝围着园区走了一圈，来到了自己自动马桶上。这是乐宝在园区开发的最有用的工具，青团不会堆积，而且自己还看不到。等乐宝铲完青团，溜达一圈回来，这时刚好通道门也打开了。乐宝走进通道门回了家。而今天上午，瑞宝和辉宝打的配合，直接给将爷爷迷惑了。辉宝在通道门口吸引着爷爷，瑞宝这在小亭子上大口大口啃着妈妈的胡萝卜，
这波配合的默契，爷爷根本没发现，此时瑞宝正在啃爱宝的胡萝卜，而辉宝这波也只是无心之举，单纯想跟爷爷玩耍一会儿而已。瑞宝这里大口大口啃着胡萝卜，现在瑞宝的牙齿发育的越来越全，胡萝卜被瑞宝啃了一段时间，明显有在变小。一会儿，瑞宝看到辉宝来了，小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辉宝的动作。瑞宝熟练的将胡萝卜藏进嘴巴里，打算将其带走转移阵地，但是胡萝卜太大，根本藏不住。不过好在辉宝好像没有注意到瑞宝嘴里的胡萝卜，兜兜转转了一圈。辉宝离开小木床，去到了小亭子上。辉宝走了，瑞宝这里又可以放宽心吃了。而爱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吃不完。就这样，瑞宝今天独自享用了一整块大胡萝卜。别喂了，别喂了，嘴巴里面都要放不下了。在宝家有一种饿了，叫做姨母，觉得你饿了。辉宝左手拿着胡萝卜，右手拿着竹笋，屁股后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竹笋。圣熙姨母让姐妹俩敞开了吃，表示不够还有，给辉宝手里塞得满满的后，圣熙姨母给藏在小树桩后面的瑞宝拖了出来，并将大竹笋放在瑞宝身上，让瑞宝别忘记吃。姨母刚忙完瑞宝，而辉宝这里又给胡萝卜扔地上了。圣熙姨母给辉宝的胡萝卜拿去饮水盆清洗，就在姨母清洗胡萝卜时，辉宝懂事的坐了起来，面朝着姨姨们，这让两个爷爷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两个爷爷怎么教都教不会，居然到了圣熙姨母这里，自然而然的就给学会了。而从姐妹俩啃咬竹笋的样子来看，姐妹俩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一些竹笋和胡萝卜，以及这些比较软的食物了。辉宝这里没一会儿就给竹笋啃去了大半。果然有些事情就得让女生们自己解决，女生理解女生，不会难为彼此。一会儿姐妹俩吃饱，又给依依整起了活。瑞宝此时看到妹妹上了树，于是也想爬上去玩耍。辉宝看着姐姐这架势，以为是来揍自己的呢，手上的竹笋都吓掉了，急忙阻挡住姐姐。而瑞宝则给自己挂在了绳子上。瑞宝趴在绳子上的模样和小龙女，而且不得不夸赞一下瑞宝的平衡能力，在绳子上平稳得很，根本不会掉下来。等瑞宝想下去时，也很是轻松。就这样抓着前面的小树，轻松给自己摘了下来，动作一气呵成，简直不要太丝滑。姐妹俩神同步的打滚，落地起身。今天的瑞宝辉宝每一个瞬间，让姨姨们都感觉姐妹俩像是躺在棉花堆里。上午室外玩耍完，下午老宋头又给姐妹俩弄来了一根大竹子。今天给瑞宝辉宝忙的，一天下来都没怎么好好睡觉，全在赢。这晚上回家一定能不吵不闹的睡个好觉。上午出室外园区后，瑞宝一直在试图点燃妈妈的怒火。瑞宝大早上的就想挨揍，好在今天爱宝心情好，根本不想理会瑞宝。瑞宝要是大早上挨一顿揍，怕是今天又要生闷气到晚上。瑞宝为了让自己冷静一下，走进了小泳池里，让身体降降温，使自己理智一点。一会儿爱宝吃饱了起身要走，瑞宝这里立马跟上。当姐妹俩踩到落叶上后，顿感柔软，忍不住的打了个滚。辉宝脚滑溜下了坡，一下撞在墙上了，给自己脑壳撞得晕乎乎的。重新爬上来后，辉宝也走进了泳池里。辉宝也打算用冷水来让自己清醒清醒。姐妹俩这下都湿透了。一会儿回家后，有爷爷忙的了。今天是老宋头值班，给姐妹俩擦完身子。老宋头给姐妹俩拿来了一根大竹筒，小竹子瑞宝辉宝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这大竹子瑞宝和辉宝还是头一次见。姐妹俩抱着大竹子互不谦让，都表示是自己的。瑞宝辉宝这个样子太可爱了，圣熙阿姨这里也忍不住拿出手机进行了拍摄。瑞宝一分神，竹筒被辉宝抢走了，瑞宝立马起身开抢，但作为头脑担当的瑞宝看到两个饲养员都在，想着或许会有小零食吃，瑞宝上前示意老宋头和姨母不要只拍，偶尔来点打赏。瑞宝期待了半天，但是老宋头和姨母都没有任何的表示。辉宝这里也等半天小零食了，同样的也没等到。最后辉宝甚至都玩够了，放弃和姐姐争抢竹筒，走去了小木床上。今天的老宋头和姨母有点不讨瑞宝辉宝喜欢，因为姐妹俩没吃到小零食。2天辉宝总以为自己来室外是被爷爷故意关在外面的，出门前快快乐乐，出门后就急着想要给门打开。可以看到通道门口的门框战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。辉宝要是真能坚持4年不断扒拉通道门，或许真能给扒拉开。而今天瑞宝这里则比较悠闲了，在园区来回走来走去散着步。辉宝这里就始终盯着通道门口，可能辉宝真是有什么事情。爱宝也感觉出了今天辉宝有点不正常，转头看向辉宝。一会儿爱宝吃完竹子去喝水，顺便在园区溜了溜弯。瑞宝和辉宝在这时间里就是爱宝的跟屁虫，走哪儿跟哪儿。辉宝现在就像是球一样，别人都是走了，
辉宝可是走着走着就滚起来，再加上这肉嘟嘟的样子和黑白配色，就像是个足球一样。辉宝做什么事情都是3分钟热度，一会儿就将回家的事情抛在脑后了。之后又着急忙慌地跑到了小树上。姨姨们看到爷爷们似乎对小树上的护栏进行了升级，这该不会是看了芒小五越过保护膜爬树视频后受到的启发吧？这是根本不给瑞宝辉宝能上去的机会。转头刚爬上树的辉宝接着又下来了，这次下树差点卡在树上，多亏了辉宝头比凤大。终于辉宝千等万等，终于等来了回室内园区，但结果辉宝又蹲在通道门口不想走了，这是又想出去了。看来辉宝只是想单纯折磨一下老人。宝这里的一家3口今天谁也没有给爷爷添麻烦，但爷爷却反给瑞宝辉宝添麻烦。宝家的熊和宝家的饲养员真是轮番给对方整活。就在瑞宝将要进入通道里时，门突然关上了，辉宝紧跟其后。面对突然关上的门，姐妹俩一脸茫然。辉宝走上前，不断用小手扒拉着爷爷的门口。瑞宝小手放在辉宝身上，安抚了一下辉宝，让辉宝不要害怕，表示有姐姐在。今天的室外太阳很大，辉宝一出门就开始跟姨姨们开粉丝见面会，努力营业。为了让姨姨们不要争宠，所以辉宝便给场外每个角落的姨姨都宠到位了。辉宝一转头，发现妈妈不在小亭子上了，这时辉宝着急了，瑞宝这也急了，姐妹俩稍微和妈妈分开一会儿都不行。虽然爱宝此时也没干什么，只是在喝水，但对瑞宝辉宝来说，就算只是在妈妈旁边发呆也开心，因为在爱宝身边，姐妹俩就安全感满满，怎么玩耍怎么折腾都不会害怕。而爱宝的放松程度似乎根本没给瑞宝辉宝放心上，不然怎么爱宝回家时都没发现自己的孩子没跟上。姐妹俩确认妈妈不会再突然离开后，姐妹俩又开始放心的探索园区了，因为瑞宝辉宝知道妈妈一旦吃起竹子来不会轻易换地方。姐妹俩一起摸索到了泳池里，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一起泡澡。瑞宝的大长腿在水中尽显优势，泡完澡后，瑞宝站在石头上给自己甩了甩皮套里的水，刚好爱宝这时也吃饱了，爱宝带着他这俩小跟班往家走去。姐妹俩回家路上还不忘再折腾一番。由于姐妹俩在后面磨磨蹭蹭走到通道门时，门就已经关上了，里面这时一定是老宋头，因为只有老宋头才能干得出这么幼稚的事情。老宋头也害怕姐妹俩产生小情绪，没一会儿就给通道门再次打开了。宝表示今天我也耍耍脾气。自昨天瑞宝在室外园区睡觉后，爱宝今天也体验了一下在室外园区睡觉的感觉。宝家真是轮流耍幸运，每天都有一只不肯回家的。不过最后将爷爷来到望夫石上一喊爱宝，爱宝就醒了，可爱感爆棚。而瑞宝辉宝这里今天和昨天比明显听话了，姐妹俩下午在树上睡了一下午，到下班点时就乖乖从树上下来了，主动坐在小亭子上等待着通道门的打开。甚至瑞宝今天还主动承担起了爱宝的角色。瑞宝感觉已经到下班点了，但是爷爷还没有给自己开门，于是瑞宝就来到了通道门口，学着妈妈的样子，乖乖地站在爷爷的员工通道门前。瑞宝以为只要像妈妈以前那样一直站在爷爷的门口，通道门就会打开。瑞宝今天很懂事儿，也很乖，显然已经有了一副当姐姐的且能扛事儿的样子了。而爷爷们也很配合，看到瑞宝学着爱宝的样子在门口站着后，就给通道门打开了。辉宝在看到通道门打开后还等了等姐姐，等姐姐过来后，姐妹俩一起回的家。下班将爷爷一喊，辉宝小腿倒腾的比谁都快。今天辉宝是宝家下班最积极的，爱宝紧跟其后。而瑞宝这里又难办了，瑞宝这里还没睡醒，姨姨低头一看，发现爱宝没回家，原来爱宝被关在门外了。爷爷是想让爱宝帮忙把瑞宝接起。姨姨们秒懂爷爷的意思，等一下，辉宝也出来了。原来刚才辉宝也没跑进去，在跑进去的前一秒，爷爷给门关上了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回家就一起回，一个也不能落下。这次叫瑞宝下班的任务，爷爷交给了爱宝和辉宝。爱宝和辉宝分工明确，爱宝在通道门口等待着，不断给奶爸敲门，而辉宝这里爬上了小亭子，在小亭子上跑了一圈，给树上的瑞宝吵醒了。这时刚好爷爷也给打开了，辉宝看到通道门再次打开，加大马力一溜烟就跑回家了。瑞宝睁着那黑曜石般的眼睛趴在小树上思考着，瑞宝需要在树上缓一缓才行，但是缓着缓着，瑞宝的小眼睛又迷离起来了。而隔壁乐宝这里也不再继续等了，丝滑的溜下木架，快步跑回了家。别人都回家了，瑞宝独睡在室内园区，这和那天睡在室外还是有区别的。
在室内毕竟有恒温空调，瑞宝不会睡冷，不会感冒。就是又要麻烦宝家今天在班的14名饲养员陪着瑞宝再多加会班。今天送爷爷为爱宝扫的落叶，爱宝没完，今天瑞宝辉宝玩上了。姐妹俩在这落叶堆里打滚，给落叶粘在身上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可能辉宝也感觉到了瑞宝的可爱，可爱到想要咬姐姐一口的程度。玩完落叶后，瑞宝这里开始往树上爬，结果瑞宝这里刚爬上树，爱宝就开始往通道门口走。没事干的辉宝就这样跟着妈妈。瑞宝这里突然慌了，以为妈妈是要跟妹妹回家呢，但下到一半发现妈妈又回来了。瑞宝这里这次多少有点尴尬了。一向聪明睿智的瑞宝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。辉宝看到姐姐从树上下来了，立马加快步伐冲了过来，然后爬上小树霸占了小亮台。瑞宝故作淡定表示小亮台自己是玩够了才让给妹妹的，而辉宝的小脑袋瓜哪管这个，辉宝只觉得在小亮台上晒太阳很舒服。突然辉宝发觉有奇怪的声音，辉宝立马警觉了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姐姐从自己背后上来了。为了报姐姐刚才下自己的仇，辉宝咬了瑞宝一口。今天的太阳有点大，姐妹俩在小亮台上都眯着眼，眼睛根本睁不开。最后辉宝先受不了阳光的直射，选择从小树上下来。瑞宝这时仿佛已经适应了太阳光，惬意的直接仰面躺了下来，享受的接受着阳光的沐浴，最后都眯眯眼了，感觉爷爷要是再不开门让他们回去的话，瑞宝都要睡在树上了。而辉宝这里则跑来了窗前，又跟姨姨们玩起了粉丝见面会。